对啊，多睡，这样有点恶心哎。全部都用手这样捏的话，那我们放在一个里面。我们会分别人吃吗？啊，大家都在吃我们的我们有洗手欸手味吧。我们洗手，不要这样，不要再依法讲就好啦。他现在就说恭喜你吃到我们的手味了。他平常都在舔手指。哦，也是。我自我认同了，对吧？我还把血这样戳进去，更恶了。苍蝇哈，我们是。我天哪！好。但我觉得我要认定一个人还蛮难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标准很高。怎么说？就是可能要达到某种真的频率合到某种程度，我才会比较认定一个人。所以通常我的交往对象应该也都不会太短，代表我已经在心里已经蛮肯定他，我才会比较放心。他觉得要交往啊？对啊。但有些人就真的是你跟我告白哦，好啊，我不讨厌你，但不然在一起。对，没有错。那你这样，你算是黏人的人吗？还是还好？不黏吧？我绝对不黏。感觉就是，但我不知道要啊，感觉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就不黏。对啊，我说为什么？就感觉你很多事情很不在乎。我觉得黏人基本上自己可能会有一点不安全感嘛。应该不会。我出现不安全感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分手了，因为我觉得回不去了。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点，可能是他很多事情比较不在乎，就是他有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可能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他不在乎很多事情，代表我们之后可能比较少会纠结、会吵架的事情。但是可能也代表我在乎的事情，可能没办法好好的被他理解，所以这是我现在会考虑的其中一个点。那我舔你的手哎。好吃。我刚好吃到那个蛋糕的部分。比我做的好吃。之前你女朋友最受不了你什么？我说我的答案会很无聊，因为对他是一个超级没有脾气，然后没有什么想法的人。他的没想法不是像你一样，就是可能不在乎。他的没想法是，他不敢有什么想法，不敢哦。对，就是你那么凶哦？我不是，我是说他对任何事情，对他生活中的事情，或者我对他的意见比较多。个性比较差。为什么？我个性比较差。我说为什么？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就是他很那个啊，做什么都很小心啊，更不敢跟店员讲话啊，点餐就是靠他这样子。这之前我就有被骂。你哦？对啊。你会这样吗？对啊。看起来还好啊，刚刚都直接跟他讲。那如果另外一半他愿意做，我就会我就不敢做。我都跟他说我有店员恐惧症。然后他有一次就生气，然后他直接这样，我就说你可以帮我跟他拿那个wasabi吗？他就说你怎么不自己拿？他就说我不干，你帮我。在里面完全没人，他就这样。你在举手比他还快。他就举手，然后没有人要理他，他脸超臭，然后举手。他那个用意就是为了要尴尬。我看了我就更尴尬了。他干嘛故意这样？他生气啦，他受不了我每次叫我都叫我。对啊，我也很常，就是因为类似要骂他，也不敢直接说我都骂他这样，所以我会说有什么好不敢的？你就这样做，你才会敢啊这样。我至少我印象中是没有什么他常说会受不了我的地方，然后个性太强势之类的。但他都人很好，他都会说他觉得我个性强势不是缺点，因为他会有点羡慕我这样，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他是这样讲。哦，个性强势是什么意思啊？就有话直说吧，跟他比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还好，因为他就是一个都不太发表意见的那种。就可能我们两个比起来，我比较敢讲话，你比较有你想要走的方向。对。那你嘞？就是我会把东西弄不见，有点长，有点长，就是他送我，他生日送我的眼镜啊，我们出去做的戒指啊，东西带出门用不见啊，就走。
我也不知道，我很难控制哎。知道我要保管好它，但我还是会把它弄不见。甚至说就是我太喜欢了，所以我一直带着，啊，就容易用不见。但我是很喜欢一个东西，然后就会还一直在家里保存着的那种。我可能反而不会带出门。可是我买的东西都眼镜啊，它很实用，戒指它也是装饰性。他可能很容易忘记，就是他前任买给他的东西，他会把东西弄丢。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也会有点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之后也会跟他讲啊，怎么会把东西弄丢？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太会把东西弄丢，有点小压抑。本期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337同居约会赞助。你刚看着我，啊，好害羞，天哪！还是在后面来，还是对，好好的吧。因为我一直都跟弟弟说你的眼神会说话，我都觉得你好像要在跟我说什么，可是问他都说没有啊，我觉得好烦哦。希望可以多一点对我的非分之想。我这样怎么用？你觉得可以吗？好看啊！你的手皮肤白的就都很好看，就好像很小。对，哦，可以，好像这个比较适合你。好像太细，可以，好像也可以。就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做手链，好像也是算是为今天的约会做了一个纪念的感觉。那就我们就放我们的伞，还行吗？OK， 没问题，你很随意。等一下做手镯的话，就是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交换做还是做自己的就好了。哦，对，就是还蛮多人会选就是交换做。哇，你愿意相信我的手艺吗？那你愿意相信我的手艺吗？没有问题。好，那就交换。好。哎，超歪，超级歪！你不是唯一一个歪歪的人，好好笑哦！越敲越像手指甲在压它，这是手指甲。你是觉得我很笨？没有，看起来笨笨的。我觉得细的好像真的比较难敲。就是他其实不擅长的时候，其实蛮有反差感，蛮可爱的。对啊，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做好，但是我也不可能自己做自己的我喜欢做给对方的感觉，我也希望就是他可以做给我。然后呢，他那个就比较细啊，我比较难掌握，但是我就是没关系，我可以的。但是他看着我好几张哦。可爱，好可爱哟，好可爱哟，受不了。我觉得我跟Soraya之间的互动可能是很自然的，就是因为他可能会相对就是会有一些肢体接触，所以我可能也会很自然的反馈他。为什么你凹的那么顺利？而且我还用手指头，我手指头很有力哦。没事，你就在床上好好享受吧。好，那这个你戴看，然后这个我帮你挑。那你这个可以戴。好，亮，你做哦，心好痒哦。冷静，我知道。哦，你像山峰，然后都有你的香味，哇，难以冷静。我好难。超香。
我爱吃豆腐啦，好吃好吃，我很有。怎么了吗？你说了什么？因为我跟过往的人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他也没有，然后就一瞬间就觉得，天哪，为彼此就是上心的感觉真好，交换戒指的感觉嘛，就是那一瞬间就觉得很不一样，很有安定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内心很澎湃，其实，然后又有点害羞。今天最后一天，就是我还蛮庆幸，就是今天有爸出来。啊，我觉得很可惜，怎么会最后一次就会选我？为什么？因为你说想要看我跟其他人，不是因为你不是说就是比较想要你跟你会心动的对象，或者是你在更有好感的对象，因为你说跟我不会有好感，就只是可能单纯好奇我这个人，我就觉得很可惜。然后搞不好对你很有好感呢。啊，天，别那边骗，我客套，那客套啊，客套，其实我现在很累。我对你有兴趣啊，对我这个人好奇，就会想要跟你出门。从各种方面想，都觉得没戏。应该说我，怎么会跟我出门？怎么说？我也比较在意出门这件事情。因为其他人，我觉得就一起待在家里也没关系。但就是要跟你出门，为什么？就感觉跟你出门会很快乐。什么意思？我到最后就是我比较在意就是自己爽这件事。哦，shit，我知道我这里要放什么了。吓我一跳！等一下，没有啦。我觉得今天做这个超适合我不是，你自己想。对啊，适合啊，对啊。Oh my god！ 那你刚刚吓到我，我真的是。不是，我突然想到，你怎么跟弟弟一样？天哪！弟弟昨天也一直发出这个声音，就是崩溃的反应。其实我在听到做相框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我可以留下来一个可以永久保存的一个回忆。里面的照片是我可以自己选的，那时候我真的是开心的要死，因为我前几天的拍卖会，我买到了大家的照片。我觉得今天做相框这件事情一定要是我来做，因为只有我有那一张照片，这个机会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很幸运，然后我也很幸福。应该说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会很容易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对他来说很适合，就是单纯因为这件事情就可以很开心的人。然后我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的特质也很棒。看，我粘得很漂亮。对啊，你的好漂亮，我不知道我打开会什么样子。应该差不多啦，差不多啦。我的热熔胶会自己吐口水。我明明就没有撕出来，就是我明明就没有按，然后它会自己吐口水，怎样啦？很好笑，吐口水。我会一直踩到你的笑点，对啊，好好笑哦。所以我才跟你说，就跟你穿，我就会很开心。莫名其妙，明明什么都没有讲，突然就是会踩到你的笑点，各方面来说，吐口水。他说我长在他的笑点上，就是我明明说了一个。就是我就只是说了一句我自己就是随便脑袋里面突然闪过了一个词，他就可以大笑。我讲什么话，他好像都觉得蛮好笑的嘛。就是可能我的幽默有戳中他之类的，这部分我觉得蛮神奇的，因为我没有想过，应该说我也没有遇过，我讲出来的笑话会让一个人笑成这样。情绪价值的部分，我觉得给的很高。惨了，你要对我心动了吗？因为我讲话很有趣。超好笑，那边乱凑 CP。没有，我刚刚就是说，就是会因为就跟你很开心，所以会心动。真的假的？对啊，你就没有要理我。哦，真的吗？对啊。哦，真的哦，对不起。好，没有要接我的话，没有。然后自己现在又突然开这个话题。没有啦，怎么会嘞？怎么我讲的好那个，就好敷衍之类的。对啊，才没有嘞，才不是这种想法。因为我现在心里想的都是弟弟，没有开玩笑。我弟弟是我们另外一位来宾。这几天跟他感情比较好，聊很多。
对，聊很多，然后甚至我觉得我们有新 CP 要出现，就是我跟弟弟。哦，我在猜了，我在猜。原本前几天我可能说我对他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后来慢慢相处，然后到今天这样子约会完，虽然说我可能就还是不会把他当做感情上的对象，但是把他当成朋友是一件，就是有种捡到宝的感觉，就他这整个人就是一个宝物，可以跟他当朋友，我觉得很幸运。你觉得你比较爱生气，还是有可能是我？我觉得我蛮爱生气。看来我的那个生气安抚技能又要开启了。可是我的生气是那种不是认真的生很久的生气，我是可能5秒，就突然一个火起来这样，然后很快就下去了。就那时候跟同题讲话的时候，哦，那种的，那有可能真的你会比较爱生气。啊，可是你最终选择没有选我，我还是觉得你是选我的。为什么？你懂那意思吗？就是我一直在强调啊，我相信你心里有我，就算你外在不是这样做。最终选择就等于你在这边最后最喜欢的那个人啊。可是我相信你就算选别人，你那是假的。你懂吗？那你觉得如果我选别人，我会选谁？你可能去选了弟弟吧，为什么？因为你昨天第2名选了弟弟啊。因为我说以现在这个情况，我会觉得你是故意去选的，而不是真的。那我为什么要故意去选？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是假的啊。好妙哦！但如果你选别人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些都是假的。是假的？对啊，为什么？你不相信你眼前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我相信你的行为，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就是最终选择就等于你在告诉我说你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个行为。但如果你最后没有做出这个行为的话，不就代表你最喜欢的不是对的？你可以依照那个来解读啊，可是他可能有各种原因啊，就跟我推你去跟伊娃约会，不代表我不想跟你约会啊。其实这个我到现在还是不懂那个逻辑，对，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而且这个也没怎样，所以我就还好。但我最终选择我会更那个。哦，是哦。好，那假如我最终选择没选你，然后我讲了我的理由，你会觉得我是 bullshit 是不是？你可能要先看你什么理由。哦，所以理由正当你就我会愿意听你的理由，但是不一定能接受吧。真的假的？是哦。来，哦，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很常问我在想什么，因为我其实不太会讲我在想什么，你可能会很常不解我的行为，有可能会。之前我妹就是这样，我女朋友也是。因为你不是习惯把话讲很短吗？对，然后或者说我的逻辑我心里跑过，但我在讲，然后就以为对方知道。没有，可是我觉得，假设最终选择这个话，就不是你心里在想什么、啊，就是最后呈现出的最重要的那个行为啊。好，这个是情境题嘛？对啊。那我就说，如果平常，那以后，就是我很强，你会看不懂我在干嘛？看不懂我在干嘛？那可能你也蛮直接的，你应该也很直接我。我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嘛。对，你就直接说对啊干嘛？闹够了没？模拟吵架就是到底在干嘛？闹够了没？闹够了没？他说哈，我觉得如果会吃醋，顶多有一个人一直说你很可爱，什么之类的，是别人对你做的行为，不是你做的行为。哦，好酷哦。那我应该算相反。相反哦，因为我觉得如果别人称赞你的话，我会觉得很，就如果我们是在交往的话，我会觉得蛮骄傲的。就想说，
就是很好的，一直被称赞的很好的一个人是在跟我们交往的，哦所以我不太会介意。整体约会下来的感受是跟你原本想象中的差不多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在想象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更认识彼此的时候，就可能在第4天左右，如果我们出去约会会是长怎样，可能就会很积极地问对方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前几天都就是聊很久的机会，所以这次出去有点像是就是只是想要待在一起的感觉。啊，我好害羞，天哪，我疯掉！啊，你也害羞了吗？我会害羞哦。好了，害羞了吗？对啦，对啦，躲起来，把它躲起来。好了，好了，好的啦，好的啦。我觉得他在今天的约会当中，好像就是会有害羞的感觉。应该说就是我只要很认真地看着Soraya的眼睛，然后听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点害羞。哦，你这眼睛真的是很勾人，天哪！你对谁都这样？没有，真的吗？我看不出来差别。糟糕，我见一个爱一个是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毕竟你眼睛很会讲话。哎，讲悄话，好听悄悄话。啊，我很开心。我流手汗了啊！紧张，来给你猜一下。流手汗你可以吗？可以啊，这很正常啊，人都会。你看我也会。我会让你心跳加速过吗？还没有就说还没有，没关系。因为我在想今天算吧。真的？什么时候？我觉得跟你约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其实就蛮心跳加速的。我觉得我们很有约会的感觉。因为你让我很有感觉。哦，真的啦。没想到，想不到，一直都是就是很多地方都没想到这么有感觉哦，然后就心跳就是嘣嘣，真的会，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性比较多，但是你是恋爱感比较重，我也喜欢恋爱感，我也是，虽然说你有时候就很好笑。有时候很好笑，傻傻的傻大姐。但该有恋爱感的时候还是有的。有啊。这个的话有意义吗？这个没有，没有，就单纯觉得它好看。这个也是月亮哦，有点像。对啊。然后中间感觉像一颗星星。对啊，星辰的感觉。最近都在想说，因为我知道我是太阳嘛，那我就在想说我要找太阳还是月亮，因为太阳的话我在发光，对方也会发光，可能会懂我的世界，可是月亮的话就是可以默默的支持我，陪伴我，不会跟我抢光芒，然后我可以把我温暖给对方，所以我才问说太阳跟月亮的部分。对啊，你有想过吗？没有。没有，没关系。但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真的是月亮。受不了了，天哪！怎么了？内心澎湃的部分，这么心动吗？要这么直接的讲出来。我也没有，我很意外，我没有想到。我也没想到啊，我就觉得。怎么了？我怎么了？我觉得很可爱。天哪！我的天哪！结果这次是变成你招架不住了吗？对啊，对啊，对啦，好可爱哦！天哪！哦哟，不适合什么的。
吧，在那边偷聊，是不是偷学？没有，你在我身上学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紧张。有会啊，就是出门前就有紧张的感觉，不会像跟其他人约会的时候那么游刃有余的感觉。没关系，你就做自己就好。有，你怎么轻松怎么来。好。你喜欢这样还是这样的？这样。哦，你喜欢把我压下去？好哦。哈哈。所以同其实是你真的是有一些还好啦，还是就只是讲讲而已。他今天早上不是才说，我怕我一直抱你，你会对我有非分之想。我在旁边。对啊，对他现在担心我对他有非分之想。但我比较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就我们两个有聊过，就是可能我们觉得两个人可能先从朋友开始，可能会越来越升温之类的。有考量说，对，可不可以列入对象这样之类的。然后他的前3名跟我的前3名其实都有对方，所以他开始担心。怎么这么早在那边担心？所以我应该担心谁？你应该担心谁？你觉得你应该要担心谁？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们就看不懂。对啊，女生很难看懂。那现在是你们在最终选择前最后一次对话的时间了。那这一次，请大家好好的把握，每一个人最多可以选择2个人，在最终选择前去了解他是不是有可能是你成为想要走下去的人。我后来深聊选择弟弟，可以选2位，你只选弟弟1位吗？还有别人？对，我就选弟弟了。咦，你来了。拉住。你点好饮料了没？点好了，你喝什么？我喝黑糖鲜奶。黑糖鲜奶，好，可以，很好喝。你先。什么？你先。我先哦。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今天很不错啊，我睡很饱很饱。我都睡好。OK，好。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对呀，时间过得很快。我听佩佩说，听佩佩说，听佩佩说，就是那时候我们约会完，我说我们比较像姐姐妹妹那种，那时候也比较失落吗？还是？我那时候是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样子也很好。因为如果可能不是那个让你一瞬间很心动的人的话，那接下来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人。对，当下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我把我心里的遗憾吗？就是我们2个第一次约会的表现，然后就是跟他说，然后他也安慰我，就是说没关系，跟他说了很多，希望他就是不要太有压力。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可能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天，但其实你的选择不止这些。没有啊，就是觉得你，但就是你出去外面世界，可能会遇到更多的人，会遇到更多漂亮的大姐姐们。有没有想起来就觉得很开心？人气太高了嘛。但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吃饭。你的发我好人感。没有呢。但是跟你相处起来真的很开心了。真的。你真的会撒娇。好可爱。你喜欢会撒娇的吗？我喜欢会撒娇的。那你现在就是心目中，前2名吧？我现在心目中前2名，第1名应该是小哈，第2名应该是同期。
对啊。然后听到同期的时候，我有点意外，他说：“哎呦，趁我不在的时候，居然黑马因为那时候同期其实对弟弟来说，他们自己说了，他们就是 bro 的感觉，结果就这样了。那你呢？就是一直第一名都是你这样子。哦，是什么样子的瞬间有让你心动，或是觉得应该就一直会是我的？就是站在那边就很心动。天哪，天哪！但是我是不是那种一直很晕的人嘛？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如果说我对他有好感的话，那我就是朋友的方式去跟他相处，我会觉得比较舒服。因为就是我希望大家都是觉得我没有那么糟糕。你真的很好，真的。只是我们相处时间太少了。对啊，但你真的很好。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小花抢走了。小孩，对，小孩，不知道有时候就是这8天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慢慢的一个失落感嘛。就是可能一开始很多人选择我，或者是这样，但是可能我的回应给的情绪价值没有那么好那么多，对，然后就会变成就是后面可能已经没有人要选择我了。我觉得一个人选择另外一个人，那是一种缘分的问题了。当你没有被选择的时候，真的不是你不够好，只是就是选择你的那个人在你的未来。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也是比较慢热，所以我知道就是我人生中可能也错过很多人，但是最后就是愿意留下来的人还是有的。你可以稍稍努力，但也不用太努力，只要快乐就好，你会找到那个人的。但是我其实今天听你说，就是其实你从第一天到现在都是选择我，我很开心。因为其实我没有那么确定你的想法。但是你一天一天的在过去，然后一天一天的在努力，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感觉来这里上恋爱成长课程。你真的很厉害，你就是从一开始可能比较就是不善于表达，然后到现在就是会主动来跟我们说，然后到了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了。揪一个。爽到了。我跟伊娃聊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然后可能跟我也很相似的人，因为我们两个可能情绪太稳定了，所以可能有一点因为这样子，然后错过了很多讯息。但是就是在我们聊完之后，好像又更了解彼此了，所以有机会的话，可能以后出去就是还是可以约一下，就是互相见个面什么的。我来了，来吧。我知道如妍有选择，我就超开心的，因为他进步很多，跨出很多步。那我也不敢说未来一定会怎么样，但目前的话，你对我来说蛮有感觉的。那我就不说是什么感觉了，就是你自己觉得啊。好，你有发现吗？昨天发现什么呀？就是你有讲一句话，我真的大走心。然后我脸超臭，我不想动。我说你们先演啊，然后小孩有看得出来，我才不开心。没关系，你可能很专心在演戏吧。对，我一直在 focus。没关系。反正我就那时候就是走心了，我就先好累哦，我不想管了。我就会有点像你一样自暴自弃。所以是能讲出来的东西吗？会不会2次伤害？如果会的话，不要说。为什么要讲那句话？那句就觉得我都还没有讲出什么，然后你就讲什么朋友什么的，你还记得吗？忘记了。
哇哦，我那时候真的很努力在对脚本，因为我真的想拿到那2000块。就是差不多，你就说我们做朋友就好了，就是我根本没有印象我讲这句话。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你可能无心之论，或者是真的，我真的是无心之举。我大走心，我好痛哦。当下我只是很急的需要赶快，因为我们可能是最慢拍摄的，我怕是最危险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还没有，sorry，怎么样，然后就直接被发好人卡，我好痛哦，难过哎哦。我当然知道，就是你的状态是需要时间的，我都知道啊，只是就觉得说，我真的都没有被看到吗？还是我真的就不列入你的考量吗？然后你就是都只在乎别人啊什么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特别闪避你的话，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不好意思拒绝我，然后我只会想到这个，就我当然知道你会怕我被你影响，可是因为我与其怕被你影响，然后状态不好，我更怕的是你不敢拒绝我，其实你不喜欢我，或者是讨厌我做这些想亲近你的举动，我更害怕这些反而才更会让我状态不好。你想误会了啦。而且我也曾经被人家给过希望，然后又熄灭。我很怕我会是变成这样的人。我才会就是刻意避开你。我觉得太痛苦了，你会太痛苦，我们都会很痛苦。然后我没想到你误会的这么深。直到我知道你那时候说先后先写，我其实那时候哭是因为我真的很确定你在讲谁了。我就觉得我感到很抱歉，原来我让你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没有表达出我的想法跟情绪，或是用各种方式去告诉你。可能后来发现我真的好像一直都没有主动去靠近他，所以我才跟他解释了这些，然后也觉得很抱歉，就是明明我都有感受到你的照顾，你的在意。比起其他人，我可能更刻意的疏远他，真的是大部分就是因为我很怕吸收太多不好的东西。对，毕竟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太像了，我们的某些方面，比起自己幸福，我更希望他可以照顾好他自己。我希望你用你的时间来等我去把我自己调试好。可是我希望我可以在调试好的时候去找你，这样。好害羞。哇，你好棒哦！我的羊驼长大了，半生半个羊驼了。羊驼变大只了，我部分诚实的面对我觉得就很开心了。不然他前几天的样子，就真的是我没办法说很记得是什么时刻，反正就是我会觉得说他没有选择我，其实会难过。那倒不如就不要让我知道他选择谁。所以我很在乎你。我知道。还是不喜欢听？我喜欢听啊，只是会有点害羞。这是故意的。就是那如果说我跟别人好，你会吃醋吗？哦，你可以小声的。有一点。好开心哦！我不是会直接开玩笑说是聊够了没有嘛之类的。什么时候？有时候啊，就是在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可是大家都不懂我在吃醋谁这样。对啊，你在吃醋谁？我现在是不是跟你讲了，某些时刻是你，某些时刻是别人这样。某些时刻也有佩佩这样。他会比较少一点点，因为很明显他真的比较和其他人。而且我好像已经很少在 cue 他，我之前不太敢。完蛋了，这一趴我完全没有在。对，没关系。弟弟也有吗？一点点。哦，哇哦！是在聊多久？你会觉得他是这8个人里面最适合你的吗？如果是说从精神层面上面的话，我觉得算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观念上我讲的他好像都能理解，他也不会急着要确定或是要怎么样，而且他说他是他选择他，所以我觉得很 OK， 算是精神层面上最合的。哇，我才是羊驼，好有趣哦！
你的眼神，你可不可以控制一下？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其实是情绪藏不住的人。你很自由，对我找人的，哎呦，哇哦，我不乱好像掉了。不知道哪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太被感动到了。给他一个吻，有声音的吻，盖棉被的吻。OK。这一次这样深聊之后，我觉得心境上就是更加豁然开心。哇哦，他进步好多，我好棒哦。我好像忘记问他交往前可以试车吗？忘记问这个。我现在教过了。不要 ，No。想睡觉了。我已经看到他的影子，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拉牙还是什么拉牙？拉牙。如果我真的选弟弟，你会怎样吗？我觉得你不会选弟弟啊。如果我选嘛，我会觉得有点傻眼。对啊，你看吧。没有啊，昨天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而且你有得选我的情况下，今天在那边讲什么？你最终选择不会，如果我没选你，你还说你不会怎样？我不会啊。为什么？因为那是最终选择，那只是个表面的形式，不是约会啊。如果说你最终选弟弟然后呢？可是我们来这个，难道你会出去之后，然后你就跟弟弟回家吗？不是，可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后那个最终选择吗？这么多年相处就是为了要选出最后一个人啊！你选了弟弟就会把我封锁吗？我问你，不会啊，不会啊。对啊，所以那你选别人，我可能把你封锁啊。真假的？没有了。你很在意形式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和终点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最终选择吗？对啊，对啊。那如果你这个最后那个终点不是选我的话，那不就代表我们前面的都没有意义了吗？对，你想不是没意义，就是一个过程。那它不就代表它没有促成最后这个结果啊？好啊，好什么啊？我说对啊，你讲的是没错。对啊，也没有啊，这过程就是发生啦，跟最后结果没有关系啊。好啊，你现在就是不想选我啊？我没有，这题是你讲的这是你提的他给我的感觉是这个选择好像没那么重要，他觉得过程比较重要。可是我觉得这所有的过程都是为了选最后那个人啊，但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如果我下节目之后不理你了，你会怎样？不是都不回你讯息了？我比较怕我不回你讯息，我没想过这个。靠腰哦。什么？也不能怎样啊。但我觉得我不会一直问你，因为我会想说你可能就是有想好，因为毕竟你只是从这9个人里面选出一个比较适合的人，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在一个比较下的结果，所以搞不好你出去以后就会觉得好像没那么喜欢或者没那么必要，那我应该不会问你，我应该就是你不理我就算了哦。我还能怎样？我不是死缠烂打型的，不会疑问吗？或者说你说所以这几天都是假的吗？不是啊，可是最终选择就是还在这个节目的一部分啊。但如果出去以后就不是这个节目的一部分了。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对啊。所以真的，我现在去节目，然后我不理你都没关系。我不是没关系，我只是不会死缠烂打，但是我心里会难过啊。那我到时候假装没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假装没事了。问他，那下节目之后你最担心的是什么？跟我下节目之后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彼此都会怕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只留在这里。那你会担心这个吗？我最担心这个啊。真的哦？对啊，我最担心这个。我前天不是有跟你讲吗？遇到很多次了，突然就不理我了，我也不会说什么。
look at you， 我看看你在干嘛。那这个会影响到你之后的那个吗？就是对我的感觉什么之类的。你都不理我了，我对你还有什么不是，感觉？我说你的这个担心，这样，就是你担心这个100到0的这件事情会不会？哦，是不会的。嗯，那讲一个你下节目最担心的事情。有关于你吗？对，远距离吧。就我会想说，你会不会觉得可能没必要等我吗？没必要等你。对啊，因为你不是很排斥远距离吗？1、2月那时候搬离台中，但是也不确定是来台北还是去新竹啊。如果我回新竹的话，我就是会待到8月。就如果有更近的人的话，你可能会想要放掉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不会欸。真的吗？好像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觉得等个2年，都没有对象啊，而且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很急着说什么一定要有对象还是怎么样的。哦。8月没有很久吧，而且你跟我说的是你确定会，假如你真的是确定会来，我觉得这不算等待啊。哦，是吗？对啊。如果你真的都会来台北的话，哦，我觉得这个只是个过渡期而已，不是远距离。嗯。那你会来台中找我吗？会啊，如果我台中很近。下礼拜。下礼拜会哦，可能会，我这么弹性。我把工作做完，我就可以去了。哎，好羡慕。哎，喜欢吗？做。为什么你要命令我？你不要命令我，真的是好冷哦。这为什么被子这样子？为什么只剩被？谁睡的？不是我。我看到同期第一眼的时候，我想说他怎么来了？我以为在最后这个环节去找他的第1名跟第2名。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想说你怎么出现在这里？很高兴认识你。看超奇怪，好好笑哦，讲的鬼话。好不容易我们2个人这样子聊天呢。我觉得很合理啊，好像蛮合理的哦。对啊，我不是一直都说啊，好想弟弟哦之类的。我好想抱抱你，但希望你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靠腰啊！我会想要跟他待在一起，我想要抱他，但是因为我知道做这些举动一定会，我不知道哎，就是我怕他会想太深入吧，或怎么样，就可能我怕他想太深入，但我根本就还没理清我自己这什么心情。就如果最后这个心情根本就不是爱情，我做了那些举动到底是在干嘛？就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到底是在烂什么东西之类的。我的想法很糟糕，但是我就这样子跟他讲。然后他就那时候也跟我讲说，哦，他一定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而且我当时就是车要来了，然后来不及回应你，然后我就拜赶着走了。哦，是吗？那什么？那什么叫回应？哦，有啦，我有就抱你说一下。哦，那就说不可能，什么是这样？哦，你觉得不可能吗？啊？我说你觉得不可能吗？不可能啊，什么意思？哦，怎么啦？不可能有非分之想吗？不可能有非分之想吗？问号，不可能，不可能吧？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应该说，我跟同期的整场对话就是很我们2个，就是我觉得同期依旧是同期，我依旧是我。那你以后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可以找我。我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哦，我没有想那个。就我觉得这是就是依赖，就是对。可是你说这是喜欢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喜欢。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比起爱情嘛，我觉得当朋友会更长久。所以其实现在我很爱的人都是我的朋友。OK， 这很合理。而且我觉得你不用着急的去确认所有的关系是不是喜欢，因为其实我们短短在一起9天，我觉得这9天能够有对一个人产生好感跟信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要想想，你可能在生活中你要花多久的时间你才会去信任一个人，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用想的这么复杂，不用担心说你如果一直找我，或是你一直找谁，会不会让人家误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有喜欢，或是不是有好感。大家都是很好相处的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定位大概在哪里。然后如果真的哪一天你真的有好感了，再说出来也不迟。所以不用给自己那么多压力，觉得我现在就非得说我到底喜欢谁，或是我不喜欢谁。
留个灰色的空间给自己，其实也是不错的。所以现在心里大概已经有想法，就确定要选那个人，就是可能不管结果怎么样，反正我已经决定好选那个人。哦，就是他太重要了，他太重要了，重要吗？重要吧，重要。从我们开始真的深入聊天之后，就是我这个人越来越需要你嘛，我就觉得，就是你说你是我的避风港这件事情，我完全不否认。从一开始的只是稍微需要你听我讲话，然后到后来我可能想要你，可能可以稍微理解我，然后到后来又因为你就是一直接住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你可能你也没有想过会接住我啊或干嘛的，但是我各方面来说都被你接住到。我们两个的感情线很神奇嘛，就我从他来录这节目的第一天，就是他一踏进门的那一个当下，这个没有可能，因为我喜欢比较妹妹的感觉。弟弟那时候一走进来，我就觉得说，哦，他是很姐姐的类型，我跟他没有可能。后来相处的，在很多方面找到他的反差嘛，就是他可能有时候很傻，吃个饭会掉，睡觉还会给我踢被子，就踢被子已经是我国小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了。可是在这傻大姐类型以外的地方，又会觉得说，她就是一个很知性的大姐姐，就是她开导了我很多，然后接住了我很多情绪，然后也帮助我。就是我觉得跟弟弟相处，就是让我第一次体验到被姐姐照顾的感觉。那你觉得你跟我交往的几率很高吗？我觉得现在因为还在这里，所以一切都很那个啊。我就讲此时此刻啊，你不用很多事情都是此时此刻觉得高啊。多高？多高？标准是什么？0到100啊。你是说我自己心里的想法，还是此时此刻你觉得这个人适合交往的程度在哪？我不想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我傲娇啊。没有。为什么？快点呐！那你跟我讲你不说的原因啊？傲娇不算原因。因为就是不知道哎。不敢讲。那你讲啊。我不要，是我先问的啊。我先问。凭什么啊？你问你就要讲啊。我先问的人呢？你不讲，你自己要讲啊。那我不要啊。啊，都不要讲。那你跟我讲你不讲的原因。很难用数字讲啊。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哎。那你就不要用数字讲啊。我觉得高，但是要看之后聊天聊这样吧。毕竟我们现在都是每天这样面对面一直讲话，然后没有用讯息聊天过。就我们没有体验过真的一般人在认识别人的时候，在谈恋爱之前是在干嘛。我们没有像一般人一样那样做过，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每天就是好，现在来写心动讯息哦，选一个人，然后呢你喜欢谁，选2个人这样，然后呢我们都一直这样互选啊。但是日常生活中不会有人一直跟你说我现在喜欢你哦，我明天要跟你出去约会，我很期待哦这种事情，所以你要自己一直去问，你要去确认这件事情啊。但确认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人很累啊，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啊，这都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好，そうか。然后你讲，确定的程度跟目前此时此刻一样的话，那就是很高吧，90。确定什么确定？就是你不会像我说的，我担心的，你可能突然就不理我了，或者突然就忽冷忽热，或者突然哪一天就消失了的话，那我觉得几率就是90啊。我昨天有讲过啦，你是一个我一直很想要遇见的人的样子。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我可以试试看。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还要什么再去看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就已经遇到了，为什么还要再去看别人？这种感觉。但我平常是真的穿得很邋遢哦。我喜欢你的个性跟你的长相没有关系。我跟他说我对我自己有信心啊。如果我不是一个忽冷忽热的人，我觉得我已经跟你讲我喜欢你的理由了。我
觉得可以跟他交往的那个几率蛮高的，就90。通常我就觉得不会变太多，因为我已经有理由是确定，没有那么靠感觉，所以就比较像是我观察他。哎，我讲那么多还都没讲，我刚刚讲啊，你没有讲那么多不一样的，你只是这样。我现在对你的那个确定感，只有你说我可能是什么你的梦想的那一段而已，哎，不知道，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看感觉的人啊。哦，有点难讲，就应该说那一段是我能讲出很具体的一个原因的其中一个。哦，但其他就是感觉，对啊，一切都看感觉，我全部都看感觉。所以你不觉得感觉这种东西就飘忽不定的吗？很难控制吗？拍谁吗？我说你不觉得吗？对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很讨厌。我说我自己讨厌，我如果自己很看感觉的话，如果他说只靠感觉，我就会觉得感觉这种东西很容易变啊，对吧？所以我最担心的是，或许下节目之后你就不理我啦，你就不回我讯息啦，我找你也不理我啦，我就想观察看看，说那他下节目之后对我的那个上心程度还在哪里？整天下来，你跟他的互动最喜欢哪一个时刻？就是躺在床上也没干嘛，然后就随便乱聊天，但是有聊到对于未来的想法，以后交往的几率会有多高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还有如果要交往前可能会担心哪些事情，就我觉得那时候比较有在认真思考以后的走向，然后因为两个人一起躺在床上，所以就还没有日常生活感，所以我很喜欢。就是你待在我旁边就会我就觉得很舒服啊，就那个气场是很好的啊。像你今天早上坐在那边订那些货啊什么的，就有一种很日常生活的感觉。哦，这样，然后让我很喜欢。哦，你很哈日常生活感，这什么？谁在哈这个东西？我只是说那个感觉，那不是哈不哈的问题，就是我喜欢那个感觉啊。哦。我反而会想要跟他聊一些更日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聊的都是很深入的，就是一坐下来开始就聊内心，反而是日常生活对方在干嘛，或者是生活习惯什么的这部分了解比较少，所以我可能会想要了解这些。我以为他只是在休息，然后他就突然开始打呼。我想坐直一点，我就移动，然后他原本就是手是放在我的腰上这样，然后他就感受到我在动，他就问我要去哪里，我就说没有，我只是要坐起来，然后他就了一声，然后就继续睡，就是那个瞬间很像，就是很温暖吧，两个人都不会离开的感觉，靠着彼此这样的感觉就是已经是很久以前，所以有重新感受到那样子互相，可以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的感觉。我跟他讲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他都愿意去听的感觉，有让我觉得这个缘分非常得来不易，所以会让我想要再重新尝试。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要直接抱着我吗？好，然后抱着他说话。好。就打开门之后，我看到是小哈，我觉得哇，松了一口气。就是这场就是谈话会是一个很轻松的谈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我很高兴你来到小屋。在你来到小屋之前，其实我是很困惑的，多半都是对我自己的困惑。然后在你来了之后，就是我可能在群体中没有特别的关注你或照顾你。就是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的生活着。然后我不确定这样子的做法，或是这样子的我，会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点疑惑。但是就是我是想跟你说，就是自从你来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困惑好像没了。对，他能够听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很开心，会让我觉得说我来这里是有意义的。有时候我觉得可能
两个人聊的时候，可能我会聊比较多，但是在很多人的时候，我确实没有特别的关注你这件事情。我不确定这样子的行为会不会让你觉得我很捉摸不定。应该说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会觉得我们两个彼此相处的时间是属于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但是当你跟其他人相处的话，我会觉得那个时间是大家可以同时拥有的。所以其实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会觉得你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怎么说？就是大家都能感受到你的好，然后我不想要就是只是我自己去独占这一份好。谢谢你，你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谢谢，因为你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呀。我可能没有一直很善于表达这些情感，我们两个可能多半聊天的时候还是在了解对方。然后但是其实你每一次的讯息都传给我，这其实让我觉得就是我非常的高兴，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你这里得到一个小小的偏爱。我觉得有点幸福，就是我很想跟你说，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行为，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因为你每一次的讯息都给我，然后让我觉得就是被偏爱的感觉真好。就我很开心，就是你有感受到这一份偏爱。心动讯息的部分，因为一开始是匿名的，其实我会很怕说，就是这一些事情有没有办法真的传达给你。但是我也会觉得说，就算传达不到也没关系。因为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事情已经传达出去了。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只要我在其他时间跟你相处的时候去慢慢补足就好了。我觉得你真的很温暖，你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啊，你也是很温暖的人，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是，你明明就是有这小小的偏爱，但是你从来不给我压力，然后每一次都安慰我，然后每次都跟我说，就是我做任何决定，你都会支持我。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其实我也就是很庆幸，在真心话的时候有办法就是把这些事情直接的说出来，然后直接告诉你。好像因为你的勇敢，所以好像我们没有错过很多事情。就非常非常的谢谢你。就我也很谢谢你，就是你可以就是让我感受到你的好。就我真的觉得这一次来参加节目是我很大的幸运。背对背拥吻的阶段，其实我很感谢你知道我的步调，然后就是你会愿意去，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会为了我去想这么多，所以当下我真的很开心。收到心动讯息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应该没有猜错吧？应该是你传的，就是我。你主动的告诉了我之后，我就觉得说，确认自己想的是正确的。所以幸好我有勇敢。对，算是。你们刚刚写的那个信件非常非常用心，这个内容我们会留到最后。如果你们是最终配对成功的话，那你就会收到对方写给你的信，你就会看得到。好 ，OK， 那因为今天也1点了嘛，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早点休息，虽然也不算早，我们就好好的去面对明天的最终选择，也就是大家的最后一天了。OK， 好。你就要洗头吗？反正明天就要回去了，要再好好洗，对不对？我明天都洗头了，没差了吧？我看看你的头皮问题。不要。香的。确定。香。跟吸猫一样。跟什么？吸猫一样。我是你的猫吗？可以的话。
，maybe 有可能。好，那你不要太热，你不要太热，我怕你等下不好睡啊。好的。因为我自己还要再酝酿一下。然后你还要酝酿。哦。叫什么？还是我就直接？什么意思？你在加戏是吗？不是。但我对性欲偏低耶，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也可以听听就好。本来想要有一点什么，但是今天好累哦，该死。大家住在一起，同居、约会、生活的最大的价值，跟其他认识别人的方式，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平常生活中不会遇到这么多也喜欢女生的女生，然后可以跟大家住在一起9天，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有一个设定嘛，半强迫性的就是跟这些人住一起，然后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互动或碰触。但是如果是一般约会的话，你可能就会有更加的局限或者是边界感，因为就是住9天会慢慢的那个边界感会变模糊，所以我觉得就是同居约会是蛮适合快速增进感情。你是不是很羡慕我们的同居生活？那你一定要试试225同居约会。这是同志的沉浸式体验，住进公寓，让暧昧自然发生。全场有管家陪同，参加者都经过严格的审核，绝对安心又真心。想体验恋爱实境秀的生活，千万别错过！立即点击链接，输入专属码337BM2。现在要开始最终的选择。那待会我会唱名，如果被叫到的来宾就请去等待房等候。如果你要选择正在等候房的来宾，那就请你们起身去做出你的选择。今天宣布最终选择的时候，我其实原本以为就是我昨天晚上已经做好决定，结果到了真的听到要宣布最终结果的时候，我还是很犹豫，还是很动摇。那第一位要先去最终选择房的来宾是如烟。啊？哎，手机。怕你无聊。可以让我去了。好，可以坐过来一点。其实当时就是喊如烟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我其实挺希望有人可以站起来，就是可以去找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经历很多事情的人，但是他还是很好。然后虽然他可能觉得很多时候他的黑暗，然后或是他的这些过去，可能跟我们讲的时候会带来太多的负能量，但其实在相处的过程中，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所以才会让大家就是愿意去听他诉说，然后安慰他跟鼓励他。我当下没有太大的期待，但是我觉得苏莱亚可能会来。想要选择如烟的人，就请你起身前往最终选择房。就是真的很有钱。好了，好，烦死人。我看到索拉雅选择如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索拉雅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知道如烟需要他。我是觉得如烟跟 Sora 应该有60%的几率可以配对成功，因为 Sora 这几天有蛮积极的在表达自己的好感，他应该可以融化如烟这样。我其实，在如烟出去之后，我就拍了拍 Sora 的大腿说交给你了。就其实我是知道 Sora 会选他的，不可能会有结果，但是他还是想要去守护如烟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他选择如烟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意外。同期有直接拍我大腿说交给你了，我就心里想可恶，因为我不喜欢被知道，所以我就希望可以保持神秘感。可是就是这种种策略换接下来，不可能保持神秘感。
可恶，我被知道我要选他了。Hello， 我有猜到，我很好猜啊，我不用猜啊。虽然很多人都说谈恋爱跟在一起的磨合不一样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有个人会让你一直心动，然后或者是觉得就是他了，我没有办法违背自己的心意，没办法就是转身说不想要啊，就是要选择李艳啦。虽然弟弟也很棒，很优秀，但是我就觉得，李艳就让我心动，就习惯。有想过不会是我吗？或者我不会选你吗？我觉得我有想过你不会选我，为什么？可能是我之前跟你聊的那些，就你可能暂时不会先选我这样。你没有很了解我耶。我还是会选你。我有想过，不选你会怎么样？我会后悔。就像我忘记哪一天，就可拉拉讲的，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虽然我前3名没有你，就是交往前3名没有你，可是就是因为我有跟你讲嘛，第一天我就知道我会被你吸引，可是我同时也会怕你，就是你的想法，你自己本身的状态、想法，跟我可能会被你拒绝，拒在门外的那种感觉。可是就是还是忍不住，你都在那边往色色的地方想，就是我没有，我就是还是忍不住想要陪在你身边。你讲的任何话，我都会想要看着你，记得。虽然我都没怎么回你，因为我觉得不用回啊，让别人回就好了。这我没办法欺骗自己说不想要他，那我也很愿意的陪伴他，或者是说静静的看着他，就让他感受到就是真的有人是真心的毫无保留的在他旁边。我觉得你就只是想要有人听你说话。我觉得不管往后会是怎么样，可是对于现在我很坚定，就还是想要在你旁边看着你。那你知道我眼中就是有你。虽然我就是会时不时撩一下其他人，伪装一下，没有啦，没有，但很多都是伪装啦。你也知道，就是很自信的人，其实都是会有脆弱的那一面。从一开始就是大家都是箭靶，乱射，但靶心是你。好啊，这句话，就很认真的把我的时间给他，我也很认真的看着他，虽然时不时就是会有点小不正经，开玩笑，一直以来就是你都会被我放在那一边。放在哪一边？错边，这边。你是想趁机？我一直以来都很趁机啊。所以我今天穿这样你喜欢吗？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第一天那个样子我也很喜欢。虽然你都会说什么素颜很丑，可是在我眼里最漂亮了。全部目前的所有来宾的话，对你是最有好感的那一个。对，也是觉得我们可以些许一些后面的一些发展，可是我没有办法太快。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像，有很多方面是我觉得你能理解我，我也能理解你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你流手汗了？我知道。你放开我！不想放开。你今天已经扣我一整天手心了。没有一整天，没有一整天，每天现在才12点半，1点。你每天，无论你有没有选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都还是会想选你，只能是你。
如果在一起的话，第一名是弟弟嘛。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你的话，我就是只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可弟弟的话，就是记得我一些细节啊，或者是很用心的听我讲话。可是因为我其实很向往的是纯粹的爱，纯粹的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对你多好，一定会有人对你更好。这种心意是很容易变的，那你也不要怕你伤害到我，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是怎么样了。我不怕啊。我没有觉得我们不会有发展的机会，不排除之后会发展的可能。你不要太兴奋。我知道，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就是有跨出很多步，然后让我知道说你的一些内心的想法，对我的想法，不然你也是就是都不敢回应。现在要换如烟做出选择了。Sora， 先请你将你的眼睛闭上。好，如烟，现在 Sora 已经选择了你。那假如你也想选择他的话，待会你就亲吻他。那如果你没办法选择他的话，就请你离开这个房间。在走之前，我一直看着他，然后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决定得离开，是时候其实我都知道啦，他会拒绝我，我还是会想要选择他，就是他走开嘛，就是选择没有选择我，我也是可以承受这些，因为我在那之前也有说，我会尊重你的决定，你不要因为我去改变你的决定，我不会干涉你。这种回答就变得蛮安静。你会需要喝点酒吗？看到如烟先回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意外嘛，因为觉得 Soraya 对他应该算还蛮主动的。然后因为前几天晚上有在客厅听到他们两个人对话互动聊天，虽然 Soraya 在如烟一开始心中可能不是前几个想发展的对象，但我仍然是认为他有机会被 Soraya 打动。如烟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表情蛮愧疚的。我自己对他的理解和他的表情，我也会觉得他可能想要接受他 Soraya 对他的好，可是他还没有办法承受比较浓厚的感情嘛，对方对他的付出，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些。借我过。谁吗？我不敢看他，完全不敢注意他，但是他还是好像很努力在表现他没事的样子，但多多少少他应该还是会挺难过的。我有一点点没办法去面对他这样。当下其实 Soraya 回来的时候，
他脸上反而是让我感受到他是已经尽了自己所能尽的一切，所以他其实是一种就是很坦然很释然的感觉，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会尽全力努力的人，那对待感情方面一定也是这样。我相信他做的选择就是他已经深思熟虑，毫无保留的去展现，那我就觉得很替他感到骄傲了。下一位，请 Clara 去等待区等待。把家当都带过去了。我怕无聊，但好像我也不会太久。你要说我会回来的，那个被打飞去。火箭队。对。我要去最终选择房间的时候，其实还蛮平常心的，因为对于大家会选择谁，其实我觉得都表现得算还蛮明显的。如果你要选择 Clara 的，请到等待区迎接她。可拉拉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没有人会站起来，因为他这几天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互相表达好感的对象。好 ，Clara， 在这次的选择中，没有人选择你。那个时候来，然后也很快的就接受了没有人选择我的结果。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档节目对他也是蛮可惜的啦。但是虽然没有恋人方面的发展，但是也是交到蛮多好友。因为可能他的太年轻了嘛，可能大家的类型不是这一种。因为其实我从访谈第一天可能问到 Clara 到最后都是觉得我跟她没那么熟悉，但是其实我从大家的口中听到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约会对象，或是她很好聊天，然后知道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一直可能没有时间，或是我们没有机会去更认识彼此，所以我其实觉得她一个人走回来其实蛮可惜的，又同时觉得就是像她这样子的女孩子，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相遇的机会。可拉拉回来以后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在哼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好。可是我就有想象，如果是我在这边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有好感的人，然后看到大家都可能有喜欢的人，我可能心里也会有一点失落。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要问他，但是有点难开口。我觉得克拉拉多少有一点在逞强吧，因为来上这个毕竟是恋爱实境秀，多少都会有点期待，但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也会想要有更好的结果。下一位，请萌萌到等待区等待。去吧 ，Cowboy Cowgirl。我觉得大概有10%的几率他不会进来，因为昨天就是一休有问我们两个说，如果对方没选你，你会怎样？佩佩就一直说什么，他觉得这个最终选择不重要，他觉得重要是过程还有我们相处，他觉得最终选择只是一小个行为而已。但是我觉得最终选择就是这所有我们这个过程所要达到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最后没有这个结果的话，不就代表前面的过程就是白费了吗？然后，所以我们在这点上面是意见分歧的。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辩解，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直辩解？是他不要选我吗？这样，所以我就说他不选我，我就会把他封锁。所以，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担心。如果要选择萌萌的，请现在做出你的选择。不要回来了。你这一分就有想我们选人只能选一次。不要回来了，去开房间。当萌萌要去等待区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们应该要成了，太幸福了。就是我其实有点紧张，他们会不会不成？但是看到佩佩有站起来，然后我们就觉得啊，太好了。他们把我封锁，我有来，差点就要封。
因为他进来后，他就笑着说：“你不能封锁我了吧？”然后我就说：“差点就封锁了。”这样，因为还是有点害羞，所以想要用比较好笑的话带过这样。因为你们昨天都有把最后的心动信件传给彼此，你们是写给对方的。那先请你们念一下自己的信件。那我先好了啊，我看一下。好，就是没有想到可以在这里遇见，就是那个我曾经一直在心里面模拟想象的我另外一半的样子。就是那天晚上在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在讲话的当下，就是我其实内心有很多，我很难想象，就是那个人就坐在我面前，虽然我脸上可能没有什么表情，对，但是那是因为我真的太惊讶，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内心的那种惊讶的感觉。就是我看见你闪闪发光的样子，那个当下是有照亮我的心里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很珍惜你，然后也觉得可以期待认识更多的你这样。那他听到心动讯息的时候，你觉得他在想什么？应该还是开心的吧。再重复一次，为什么我对你有这些感觉，它不是假的。我觉得他比起我，好像对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有相处更坚定一点，因为他就强调了蛮多次，我好像是他理想中一直想要遇到的对象。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久没谈恋爱，所以对于理想中的对象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太快的确定，因为还是可能需要多一点相处。虽然我也觉得他跟我很像很合，但是我会怕会不会我之后会有可能让他失望，就是我其实也没有他现在觉得这么理想。在互相的感情上，我比较没自信，因为毕竟上次谈恋爱是很久以前，所以我就有点难想象我到底要怎么去跟另外一个人这么深度的交流，然后建立亲密关系。所以他在说就是他觉得我很理想这些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就是我会很开心，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称赞，但是就是对我而言，我怕我以后需要维持他现在这个想法。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就是我想象过我可能会在这边遇到想要谈恋爱的对象，但是没有想到遇见了更加珍贵的能够听懂我说话的人。前半段时间我们没有太多互动，却莫名其妙一直选彼此。谢谢你用10块钱来跟我聊天，干嘛啦？让我更了解你。你的出现使我惊奇。没谈恋爱的4年里，我早已忘记该怎么喜欢别人，也难以相信有谁能突破我对寻找爱情这件事的冷漠、陌生与懒散。是你让我想要重新唤醒自己爱人的能力。希望还能更亲近。下礼拜来台中找我吧。反正你那么闲，你怎么这样讲啊？你早上才说你很闲啊？不是因为我闲所以去找你。哦，好了，好。听起来是他会担心，不知道下节目的互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前天在讲，但他最后有说叫我下礼拜去找他，我就觉得他是有认真想要跟我相处的，觉得这个还蛮关键的，因为我没有听他讲过。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有讨论到说什么，对于交往对象可能是100到0分这种东西，或是说你可能会想说，那下去节目之后会可能还有什么更好的人之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绝对不成立的，因为对我来说，只要我觉得你是我想选择的对象，这件事情就不太容易改变。就是我不是一个忽冷忽热或是不坚定的人，其实我只要我愿意这样跟你讲，就代表我是想了很久很确定的，我才会这样跟你讲，所以你不用担心。我觉得以后很多事情都还很不确定，就是毕竟这里的生活跟就是现实生活很不一样，但是我很期待以后可以跟你有更多相处时间，然后可以从日常生活里面更认识你。那现在我们先请佩佩闭上眼睛。现在轮到萌萌要做出选择了。如果萌萌你想要选择佩佩的话，就给他一个吻。对对。耶！
像我们像火车进去，为什么像火车？很可爱啊。会吗？其实走有肉麻是吗？Hello， 差点以为你们不回来了，会把我封锁。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是我搭在他肩膀上这样子回去的，所以我们不是牵手，因为我觉得2个人牵着回去太肉麻了，就是我不太习惯这种肉麻的画面。干嘛叹气？我太朋友了吧？不会啊，我觉得很可爱啊，我喜欢比较可爱一点的画面。太浪漫、太肉麻，我自己会觉得很那个。看到他们一起滑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欣慰，因为我和佩佩还有萌萌都有单独出去约会过，然后所以知道他们2个都是很好的人。后来单独相处，我觉得我跟他们聊的话题，然后跟频率是相近的，所以就也知道他们2个人一定也很合适。然后那么想的2个人，如果作为伴侣的话，一定会是很灵魂、很 soul mate 的存在吧。好，很期待他们未来的发展。波比，好幸福啊！这种啾，还是这种，还是那种，没有了，不要给你太多期待。因为我就是跟他们算最亲近的人了，在这个节目，所以其实他们会配对成功，就是不意外，就是很恭喜这样。我们现在请弟弟走到最终选择区等待。其实，在念到我之前，我觉得我的心情都蛮轻松的。然后真的念到我要去等待区的时候，我真的超级紧张。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已经脑袋一片空白。我原本就是以为我自己做好决定了，然后但是到了当下，真的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我做这个决定真的是我确定的决定吗？就是我就开始犹豫了。想要选择弟弟的来宾，请前往最终选择房。哇哦！哇哦 ，Go！ 哇哦！勇敢去，勇敢去！我其实很希望弟弟跟同期有成功他们2个故事会很精彩啊，因为开始同期只是想要找弟弟就是咨询感情问题，然后他们2个越变越好以后，变成同期离不开弟弟，就变成他的就养的小狗狗这样子，大家都这样讲。然后如果最后真的成功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故事会很好听。那我会在座位上就是犹豫了比较久才有行动，算是犹豫很久吧。我会想说，我如果现在就是做出我的选择了，他会不会就是让他觉得必须要去回应这件事情？跟小哈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犹豫，说因为我们都想要选弟弟，那他不想要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怕他的出现造成我们决定上的改变，所以我其实蛮怕他选择就是继续待在那边，所以我就是很希望他也可以就是一起去做出他心里的选择。伊娃，你来啦！那样哦，怎么了？我看到伊娃就觉得她非常的，真的很勇敢，就是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女孩。她其实前面跟我不太熟，然后到后期开始渐渐会跟我撒娇，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她这样子的行为很可爱。由于伊娃，你昨天晚上的心动信件是写给弟弟的，那先请你念给他听。看到弟弟，然
后就开始向他念我昨天晚上写给他的那一封信。其实那一封信我应该就是把之前的心动讯息，没有说出口的话，就是在这一天就是全部说出来。给弟弟，其实我也有点不确定，我对你的好感是想成为你这样温柔可以被依靠的人，还是心动。所以无论你的心最后停在哪里，我都会支持你。你的步伐、你的方向、你的心意都可以是自由的，因为你值得被好好对待，被幸福包围。我只希望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未来都很美好。愿你遇见的都是柔光、好天气和愿意珍惜你的人。就让我这份好感像微风路过你，祝福你。谢谢。不要哭啦！不要哭。还有没有卫生纸？没事，缩回去。今天不哭。当然有一点泛泪嘛，就是他也有感受到，就是大家真的也完全不希望造成他任何压力，只是想要把这一份好感就是说出口。就其实彼此都很善良，只是可能会有一些顾虑。就是我觉得很谢谢你，就是这么勇敢的就喜欢我，然后就是也让我觉得被你喜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然后虽然你可能觉得你比较慢热，但是或是你觉得可能有时候你没有那么主动，但是我觉得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就是可以善待你，然后可以了解你，可以懂你的人。待会弟弟给自己心里默数10秒，那如果10秒之后你想要选择伊娃，就亲他一下。那如果不选择的话，就不要动作。好，开始。好，最后弟弟没有选择伊娃。就谢谢你，谢谢你进来找我。期待你会做出一些选择，无论是对后面的人，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做你最想要的那个选择。拜拜，拜拜。我不选伊娃的心情是，就是原本我已经确定了我自己的选择，然后所以我拒绝他的时候，其实算是比较轻松的。会是谁？看他牵谁回来耶？好想知道。猜同期。小哈啦，小哈，我觉得是小哈。他要是选同期，这个故事就是太精彩。我的宝贝回来了，还好没有被抢走。你这个那个渣女，它不一样。你是把信念完，这样。哦，那很好哎，好棒哦。我觉得有念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伊娃应该是这3个人里面跟弟弟最姐妹、最没有恋爱感的一个人，所以他先进去先出来，我觉得没有很意外。他回来之后，就是我可以预见啊，弟弟可能不会选他，但是我最感动的是他有把他的心动讯息给他。一开始想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他就好了。小屁，你好，你好，你好官腔哦。就是我觉得看到同期进来，我有一点意外，我一直以为他可能还是会去找他的1、2名，就算是他的1、2名已经牵手成功了，他可能还是会想利用最后的机会好好的跟他们表达。我看到他走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情有点复杂。因为你昨天你的心动讯息、心动信件是传给弟弟，好，那你就趁这个机会直接念给他听。不是啊，我没有带手机。我给你我的。虽然我说我想抱你，可是你不可以对我有非分之想。
但你有非分之想，我很开心，因为我有。然后我没想过我们对彼此的想法会改变这么多。各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感情线很精彩，就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啦。然后你一定知道，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没有任何客套。你让我离开了那个让人混沌又复杂的心境。要谢谢你的事情太多了，很难用3言2语说尽。谢谢你照顾着我，也照顾着大家。你要知道，你的存在真的很重要。希望你也有被照顾到，也谢谢你来参加这个节目，我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其实就是看完同期传的心动信件，其实我才有一点发现，原来他每天一直追问我说你今天心情好不好，你觉得你今天怎么样。就是我一直以为他可能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想关心我的方式，可能确实也是这样。他刚刚跟我说是因为他觉得很重要，所以才会每天问我。然后当下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其实我每天心情对他而言那么重要。就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可能最理解你的人就是我，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聊到很多感情方面的状况。就对我来说，这段期间，我们2个的关系比较像是知己的那种存在。知道你的每天的排行都一直在变动这件事，就是可能飘忽不定啊，想要闻一下。你没有想要闻一下？没有，我希望你遵循自己的想法就好，不要可能怕我们难过或干嘛，就没有这么容易难过。对，就是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你很重要，你也很重要。我想不起来那件事情。你想不起来？好，没关系，因为还有其他人选择弟弟。我们先让其他人进来表达对弟弟的感受。好。那最后是什么让你想要决定站起来去选择弟弟？在前一天我就已经有向他表达说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我希望就是从一开始我做的决定，那我觉得我已经确认这个决定是我不会后悔的，我就不会想要去撤回我所做的决定。当小花进来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她我很开心，但是就是自从她来小屋之后，就是我好像很坚定的选择她，又好像没有很坚定的选择她。就是昨天晚上其实本来在私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是也有一点犹豫，但是没有像他走进来坐下来的那一刻那么犹豫。就是他走进来坐下来的那一刻，我就开始犹豫了。就是我有点觉得，就是他真的很坚持，然后很善于表达，然后反而是我一直退缩。就是这样的我真的要答应他吗？给弟弟，我想对你说的话，其实我都很努力表达了，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心动信件会让我有点苦恼，应该再说些什么才好。那就像我先前说的，我不希望你最后的选择跟想法有可能会因为我的讯息而受到影响，所以我就在我觉得可以说的范围内向你表达。在参与节目之前，我原先设想了很多的可能性，有过好的预设，也有过坏的预设，也做好了过程中并不会全都发生好事的心理准备。而在第一次与你碰面的时候，这些想法都逐渐变得不重要。很喜欢你的谈吐以及气质，我们聊到相同的兴趣以及互相契合的想法时，真的很开心。但因为我是中途加入节目的关系，很害怕成员们前几天已经建立的感情基础会因为我发生改变。虽然我一直坚定地把心动讯息传达给你，却不希望你的决定以及对其他来宾的感受会因为心动讯息而受影响。很谢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话，
也让我为我们想到一样的事情而感动。不论是单独与我相处时，或是你与其他人的相处时，或者是我们大家一起互动的时候，你的表现对我来说都是吸引我的。比起只有我感受到，我更庆幸你的好能被每个人都体会到。在今天我们聊到背对背用活动的时候，当时以及活动之后你的行动，都让我感受到你在是个温柔的人，同时也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已经说过了很多次，但还是不厌其烦的想对你说谢谢。谢谢你的温暖，谢谢你的体贴，谢谢你的勇敢，谢谢你参加了这次节目，也谢谢你让我遇到如此美好的你。在你的温柔以及体贴身后，一定是由许多的考量、反省以及努力所堆积而成的。你努力的这些成果造就了现在的你，而这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希望你能一直为这样的自己感觉骄傲。无论节目最后你的选择如何，只要你的决定是你最真心、你觉得最满意的结果，我都会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我为我能认识你而感觉光荣。P.S. 虽然今天时间太晚了，但如果明天我们都觉得精神还不错的话，再一起去书店逛吧。就是当我听完小哈的行动信件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每一次真的都很认真在跟我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然后他每一次也都很用心，我真的很开心，就是他也每一次都愿意让我相信，就是不管我做什么选择，他都会支持我这件事情。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就是你一直很坚定的选择我，但是我一直没有给你很明确的选择。我本来其实昨天在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确定我自己心里就是真正的想法了。但是在访谈结束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有跟我说过，你觉得以你目前就是觉得最舒服的相处模式是很像恋人的朋友，这种相处模式可能会是你现在目前状况觉得最理想的，就是你有印象吗？应该说我觉得可能我的表达有一点不够清楚。我当时想表达的是说，我觉得这样的相处模式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但是不是能够有成为恋人的可能性的话，在我觉得对方是朋友的时候，可能那个可能性就非常的少了。因为我当下其实蛮紧张的，那我觉得或许我给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好，但就是他还是有看出我的紧张，所以他可能也没有想要再继续追问下去。你对未来如果有另一半，你的蓝图是什么？我会希望说我们是可以互相扶持，然后互相对彼此有好的影响。但是当然我知道说感情当中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会希望说我的另一半跟我相处过，然后我们认识到我们彼此会有必须磨合的地方，但我们是可以一起努力改变的。我会选择对方，肯定是因为我认为他的人生观还有他的价值观是跟我可以契合的。我不确定你想知道的是这个方面，或者是有包括人生的规划吗？我觉得这样就够。好，那你觉得就是经过刚刚几轮的交谈，你有觉得比较放心了吗？我其实就是都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就是觉得我不管做什么选择，你们都会支持我。确实可能想选择你，但是我觉得顾虑太多。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首选，从你出现之后。对，谢谢你。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人一直很尽力去表达这件事情，但我有感受到，只是我会觉得我不想要在你没有明确的说出这些事情前，就直接去询问你的心意，因为我觉得你选择不直接说出来，是因为你有你的步调，你有你自己的一些还想要考虑的可能，所以我会希望说，在你真的明确之后，再表达出来。谢谢你今天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小哈就是聊完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其实有点怀疑我自己有没有办法真的成为可以接住他的那个人。待会我会请同琪进来，因为他还有最后想要讲的话，对你说。坐那边吗？爸，你想要坐哪？你想要坐弟弟的腿上吗？甚至也跟你讲过了啦，就是我说你有一天晚上你去专访的时候，你就突然转过来跟我说，遇到我们，你可能就是你很幸运，就是你可能因为遇到我们，就是可能把你的运气都弄掉了，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不止你这样子想，就我们遇到你也是，我们也觉得真的很幸运，就遇到像你这样子。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这样嘛，就是能遇到你，我觉得很幸运。就各方面来说都，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大家都跟我这种想法。你就讲。就是我前几天说，因为排除掉我的前3名是骗你的啦，你还是我的第2名。我没有那么坏啦，虽然你有时候确实可能让我觉得头有点痛，但是你可能也占了，就是这段时间里面快乐的部分也很多。然后就是谢谢你每次都越想要成为我就是情绪的出口或是什么的，就是你都试着在努力，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要怎么做，但是就是你光努力这件事情，你就已经知道你自己怎么做了。我没有哭，你不要哭。好了，谢谢你啊，谢谢。受宠若惊嘛，就明明我们才相处短短这么几天，就是我觉得他给的评价就很高。真正当下其实是有点担心，就是他这么快就把自己的所有展现出来，他如果遇到坏人怎么办？我其实很想跟小哈说，就是其实你不要觉得你是中途加进来，然后觉得因为你的加进来可能会扰乱任何人的情绪或者情感，因为其实在你来之前我没有那么坚定过，但是就是我可能表达不明显，然后可能一直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做一些决定。然后接下来我不管做任何决定，就是不是终点，我们依旧可以去逛书店，然后你依然都是我的首选，就是不是比较出来的，谢谢，那我们抱一个好了，我认为说不管最后决定是怎样，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结束。我不会觉得这就是最后的结局，我会觉得这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就不论你最后的选择是怎样，我都会就是像你一样，还是要把你放在第一位。谢谢你懂我，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懂我的人。他对小哈说，就是小哈很理解他这件事情，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小哈可以理解他，就是小哈是怎么理解他的，或怎么样的，应该要怎么做才有办法理解他之类的这种想法。那弟弟，待会如果你想要选择那一位的话，你就轻轻的吻他一下，
然后将他牵出门外走回去。当下其实，因为我大概能够感受到弟弟他其实还有犹豫，然后他不太确定他现在的选择是不是他确定没有问题，然后他不会后悔的。就是其实我会担心他可能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意愿去做选择。虽然说我在进去跟他讲的那些话当中，我也跟他说了，做他自己想做的就好，就是不要照顾别人的感受啊，或怎么样的。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或者是他有没有其他想法。当下的话，其实算是同期先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安抚我的动作，因为他有这个贴心的举动，然后有被安慰到，然后也就是真正的安心下来。因为我其实会很害怕说，就是会不会我们因为就是前面气氛比较压抑，然后到后面变成没有像之前相处的那么轻松愉快。在最终选择的那10秒，其实我真的很挣扎，因为我真的以为我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可以选择小哈。但是真的当时间在倒数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做这个选择，就是我觉得很难过，就是我很抱歉，我真的没有勇气这件事情。当他最后都没有选择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松了一口气。就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原本心里就笃定说他不会选人，没有选择人这个选择认为是正确的，就这个节目结束了，但不代表我们结束。这个节目结束了，是我们的新的一个开始。我没有勇气选择的原因是很多，我们可能才相处9天，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不确定我对他的好感，他的顺位，就是可能以后的日子也会是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有他每一次都很坚定的选择我，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坚定的对他也有这种表达，然后我会怕我会不会一次次的就是让他失望。你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让他对你说出你很理解我这句话？应该是就他本来认为说很需要就是详细跟很具体的去告诉我的时候，就是在他还没有说之前，我表现出来的反应就是让他理解我已经知道他的想法了。然后到后来结束我们要一起回去的时候，我也是跟小哈稍微聊了一下，然后我就问小哈说他是怎么理解他的或怎么样的。我觉得我是想要接住他的，只是我们的想法上有差距，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就虽然说之后我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找到一些可以接住他的部分，但不知道还会觉得小哈很厉害，感觉他可以接住所有人。然后就那当下其实我就有点失落嘛，就是我是那个接不住弟弟的人的那种感觉。我想要接住弟弟，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单纯只被照顾，我也想要照顾他。太帅了 ！baby 要不要卫生纸？不用，我哭完了。哦，还好吗？你有做出那个你的选择？我的选择。那我支持。对，我也支持你。谢谢你们。其实我也以为他会选小哈啦，但是他们就是都是独自走回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惊讶，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的顾虑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超意外的，
我以为他会选一个人欸，但是弟弟我觉得明明就可能有一点喜欢，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地方我会非常好奇。弟弟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我有点惊讶，我以为他至少不选同期也会选小哈，因为他跟小哈还是算是蛮聊得来的。虽然我没有太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就是恋爱方面的火花嘛，但是可能他们也是喜欢聊起来比较轻松的人，所以我以为他们会互选，结果没有。结局就真的很跌破眼镜。虽然之前和弟弟单独聊天，就有听到他说他还想要再多认识，或者是说他觉得太快了。不过因为在聊完这个之后，又过了3天，我以为他们应该就是对彼此的好感都更确定了。就是即便他们今天没有配对成功，我觉得在结束度之后，他们仍会继续见面也好，发展也好，我还是会期待他们未来。我觉得最终选择对我来说意义，虽然不一定可能真的要在一起或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是2个很勇敢的人，然后心里很确定做出的选择。所以当我觉得我有一点犹豫的时候，我就不应该就是做这个选择。哦什么哦？哇，结果坐在这里，不是很没用不会，你是很感性。我的位置呢？我的位置不见了。同学又要看着伊娃插足，大家就是有点在安慰他嘛，就是没关系啊，过来啊什么的。我其实想说，他们两个要牵手进来的，结果也没有。手爱好，干嘛又要倒圈圈了？带领大家喊一下，就是恋爱女子宿舍毕业啦，这样子。这就有点感伤。那你喊恋爱女子宿舍，其他人就喊毕业啦。好，3、2、1，恋爱女子宿舍毕业啦！哦，有人哭了。下船喽！放弃，我们都还在。毕业了，但是我们还是会一直见面。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离别的人，因为对我来说，离别都是痛苦的。就我自己的状况会比较讨厌分开这件事情。就算我们明明都已经说好以后一定还是会继续见面，就甚至可能下个月就会见面之类的这种状况，但是就想到大家分开的时候还是难。特别想回应同期说的，因为知道他目前是全职考生的身份，然后自己之前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也觉得很孤单，所以可以理解这次的录制会是对他现在的阶段一个很珍贵的心情转换，所以想跟他说，无论如何，就算我们都需要再回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他也不是孤单的。好开心！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不知道。你不能每次被拐骗啊！他叫我来搭飞机，我就来了。我不知道。可是你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东京的第一天，现在外面8度而且太阳还挺大的。哇，你看这个光。哦，对啊，你看。你不要那种营业模式。然后你有觉醒的。大鼓哎，好赞哦！很实用哎，很实用，很实用，很实用。你上瘾了？我不是很浪费钱啊。来这里就是要来浪费钱的。来东京的第2天。今天会去看第6集。雪，第一次看到雪耶！我为什么不走外面？我们不行，外面明明就看起来我们就是要走这里。我们来减肥吧，我们来亲身减肥。我们才走了大概30公尺，已经消耗很多热量。哇，好漂亮哦！它这样会在我身上融化吗？
会，你的衣服会变湿。啊，真假的？那会很冷吗？那我这个是不是也会湿掉？要穿过这个隧道。哇，我是身影少女，听说很像身影少女。大头皮屑。你今天是中分狗。哎，我戴手套。去哪？要说几次？这是爱斯基摩。我的屁股沾到血了，好冰哦。他们在走路队吗？行军队伍，好可爱。丢球比赛，然后比谁丢更远。在哪里？哦，好，看到了。这个臂力，好像会痛。跟镜头说声嗨呀！恋爱女子宿舍第1季正式结束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天的活动是什么吗？我记得是暴龙与羊驼。没错。那如果是你来参加的话，你会选哪一个？我会选暴龙。为什么？因为我要寻找真爱。虽然第1季结束了，但你的体验才正要开始。这次将由我和小纪带你们体验同居约会。我们会在3天2夜中玩真心话大冒险、羊驼与暴龙和心动拍卖会这些游戏，当然还有心动讯息以及1对1约会，让你们走进彼此心里。准备好走进恋爱女子宿舍了吗？同居假期恋爱女子宿舍生活体验等你来入住。想要报名的人可以点击置顶留言的链接，我们2个会亲自回复你哦。